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上师厨房。您家里肯定总有剩米饭，一般都是炒米饭。有没有新招呢？最近在小某书上学了一招，色香味还都是不错。我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：4个鸡蛋，加入适量的盐。玉米粒是我自己要加的，做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不过我照着那个短视频一做，才发现到处都是坑，因为每一道工序它只展示结果而不展示过程。除了玉米粒，再准备火腿、葱、蒜、胡萝卜和黄瓜，都切成小碎丁。案板上先撒一点油，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撒，最后根本就不能完整的拿下来。压扁的时候也是，米饭比较黏，如果不加这层保鲜膜，就会粘手粘擀面杖。对剩米饭应该也是有要求的，不能是那种特别干硬的，稍微软黏一点的还比较好操作。锅里放适量的油，先把一半的蛋液倒进来，这时候一定要特别小的火，因为操作时间比较长，如果火大一会儿就糊了。蛋液均匀地铺满锅底，这时候在表面撒入玉米粒儿。第一次我是后撒的，后来掉的到处都是。这一步比较有挑战性，并不是那么容易放的。如果刚才案板上没有油，根本就倒不下来。你看我还没放正，最后再调整一下。接下来就可以把刚才切好的菜都均匀地撒在表面。这时候有必要再提醒一下，一定要小火再小火，否则这么长时间底下早糊了。料不能放得太多，如果太多最后也很难成型。这时候有必要用铲子压实，让这些食材和下面的米饭、鸡蛋结合得更好。不过这还远远不够，我还留了一半鸡蛋液，均匀地撒在上层，能够确保最后这个鸡蛋饼能够成型得非常好。再加入这种日本产的米饭调味料，这里边是有盐味和海菜的。如果没有这种调料，可以适当撒入一点盐和黑芝麻。盖上盖焖一小会儿，让上层的蛋液快速凝固。大家看到我在慢慢的转锅，这也是一个小技巧。锅比较大，火集中在中部，容易把中间烤糊，而边上还没熟。把锅适当转一转，让边缘也能够接触到火眼，这样里外都能够受热均匀。等边缘后撒入的蛋液也凝固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这一步是不容易操作的，不过也不用显摆你的手艺，就老老实实的用笨办法。翻过来才发现，由于放的油少，中间竟然粘掉一层，我就故意留了一些瑕疵，让您能够引以为戒。再撒入适量的油，再把鸡蛋饼倒进来，这时候就容易了。火可以再开大一点，再烙个1-2分钟就可以了。熟了以后再翻面就非常容易。怎么样，这个米饭鸡蛋饼非常漂亮吧？我告诉你，特别好吃。名字还真没想好，叫米饭鸡蛋披萨，还是叫米饭鸡蛋饼。不管叫什么，模样亮，味道香最重要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